终于楚风见到了龙小小一行人，除了龙小小，都是老一辈的人物，有些楚风见过，有些是没有见过的陌生面孔。当然，熟悉的除了龙小小外，还有龙小小的师尊宁玉上人。之前每次见到宁玉上人，都看不透他的修为，高深莫测。而这一次，楚风终于看透了八品真神这个修为。现在来看，可能已经不算什么，但是初遇宁玉上人时，天神与天龙乃是无人可达的传说，连各方天河霸主也都只是真神与真龙巅峰而已。因此，八品真神的修为实则是非常强的。虽说不排除在未见的日子里，宁玉上人的修为也有所增进，但7品也好，8品也好，至少对于当时的楚风来说，都是极其恐怖的。当楚风出现之后，龙小小等人自然也都齐刷刷的将目光锁定在了楚风身上。这些人无一例外看楚风的眼神都很复杂。楚风大名，他们早有耳闻，只是后面楚风所做到的事情，每一件都超乎想象。尤其是在宁玉上人眼中，初识楚风时，楚风正是刚从祖武天河来到图腾天河不久，修为正弱。尽管当时便也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不简单，日后定会有作为，但他当时也无论如何想不到，这个年轻人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成长到这般地步。拜见前辈。楚风不管宁玉上人是何身份，但还是对他施以一礼，恭敬依旧。不仅因为他是龙小小师尊，也是据楚风知道他待龙小小不错，这让宁玉上人神色更加复杂。他又不傻，自然知道他们能被抓后还安然无恙，便是因为楚风，自然也就知道楚风肯定知道了他们的所作所为。以楚风和图腾龙族的关系，以及楚风如今的名声与地位，在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后，竟还能对他态度不变，这让他很是意外。前辈，你们攻打图腾龙族，可是因为苍穹仙宗被灭之事？楚风询问起来。楚风，实不相瞒，龙鳞之事我等皆有参与，确实我苍穹仙宗不对在先，可图腾龙族下手太狠了，竟将我图腾龙族全部屠灭，那么多无辜的孩子，一个也没放过，此仇我等不得不报。宁玉上人此话一出，已是彻底表明他的立场，他就是苍穹仙宗的人。前辈，苍穹仙宗被灭之事与图腾龙族无关，你们报仇的话是找错人了。楚风说道。胡说八道，当时各方人马都进入了神之时代，只有图腾龙族没有进去，也只有图腾龙族有这个能力，不是图腾龙族还能是谁做的？一个老头反驳道。远古种族那么多都没进去，你怎就能断定是图腾龙族？另外，我来这里不是与你们争辩的，你们如何想我并不在乎。楚风恶狠狠地瞪了那老头以及其他苍穹仙宗余孽一眼，旋即看向了图腾龙族族长。族长前辈，不知今日能否卖给我楚风一个面子？宁玉上人和龙小小，不要伤害他们。楚风此话一出，宁玉上人赶忙看向了龙小小，随之龙小小的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。楚风，但龙小小也就只是呼唤出了楚风的名字，可若只是呼唤，大可光明正大，何必暗中传音？楚风明白，定然是宁玉上人想让龙小小为苍穹仙宗的所有人求情，可是龙小小却不好意思来讲。就在此刻，图腾龙族族长则是说道：楚风小友，这话就严重了，不管是谁，不管与我图腾龙族发生过怎样的恩怨，你想保谁，我图腾龙族绝无异议。别说2个，就算2万个、200万个、2000万个，我图腾龙族都不会拒绝。此话一出，莫说龙小小和宁玉上人，就连苍穹仙宗其他余孽也都是呆滞住了。虽说早就听闻楚风与图腾龙族关系好，但却没想到楚风的面子大到了这种地步。这不仅仅是话中的意思，就连图腾龙族族长和楚风说话时的态度，那也完全不像是一个族长的姿态，就仿佛楚风才是他的老大一般。楚风小友，你如此断言，此事与图腾龙族无关，莫非你是知道什么？随之宁玉上人则是问道：前辈，说的直白些，我们根本无需向你们解释，因为你们有错在先，图腾龙族杀了你们也没任何问题，我为您求情是看在小小的面子上。楚风此话一出，宁玉上人神色一滞，随之也露出些许惭愧。他们助力龙鳞推翻图腾龙族，就是要置图腾龙族族长等人于死地，自然是有错在先。今日图腾龙族将他们处死，那也是死有余辜。我的为人，小小是清楚的。以我和小小的关系，我对别人说谎，也不可能对小小说谎。我曾随图腾族长前辈去过苍穹仙宗，但我们赶到时，苍穹仙宗已经被灭了。何况苍穹仙宗那些人惨状，绝非正常的修武者所为。难道你们看不出来？那么多死了，若真是图腾龙族所为，定然会留下一些线索。可你们有发现与图腾龙族有关的痕迹吗？楚风此话一出，龙小小立刻道：师尊，楚风的话，弟子能保证是真的。他说不是图腾龙族，就一定不是图腾龙族。况且您之前不也怀疑可能不是图腾龙族所为吗？闻言，宁玉上人短暂沉默，他确实有过这种判断，只是苍穹仙宗其他人非说只能是图腾龙族，且嚷嚷着要行动，他没办法，只能陪同。但不曾想图腾龙族如今实力大增，明明是很好攻打的领地，却多了很多遮盖面容的高手，以他们的实力竟也被抓住了。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一条死路，另外一条便是向楚风低头，只要楚风开口求情，他们都能活。于是他看向苍穹仙宗的众人，还不快快向楚风小友认错？认什么错？既然来了，就没想过苟活，被抓到认了。我等生是苍穹仙宗的人，死是苍穹仙宗的鬼。话罢，那些人意念一动，镜子体内燃烧出一团青色火焰，瞬息之间便化为灰烬。转眼间，苍穹仙宗的人马便只剩下了宁玉上人
和龙小小。师尊见状，龙小小赶忙紧紧抓住宁玉上人的手，生怕宁玉上人也自尽而亡。同时，一道威压笼罩了宁玉上人，是图腾龙族族长出手，防止宁玉上人自尽。放心，为师不会自尽，为师还要为苍穹仙宗报仇。宁玉上人说话间，看向了那些已经化为灰烬的苍穹仙宗之人，有些无奈。他了解这些人，若是能活，他们自然也想活。但他们不相信楚风，更不相信图腾龙族族长，所以才选择了死。可他知道，楚风若开口的话，图腾龙族族长的为人，他们本可以活下去的。突然，图腾龙族族长神色变化，他感觉到有数道强大的气息降临在了外面。图腾龙族族长还来不及观察，那些人已经破门而入，是龙蜥一族的顶尖强者们，为首的正是龙蜥一族的龙木成。看到龙木成率领众人出现，图腾龙族族长则是有些意外。龙木成之前有事离开了，不曾想回来后竟直接寻到了这里。而楚风望着龙木成手中那散发光芒的珠子，便知道龙木成为何会来到这里，必是寻龙小小而来。龙木成先是在龙小小和宁玉上人身上扫视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将目光放在了楚风的身上。楚风哪个是？他下意识便觉得楚风也是寻人而来，多半已经有了结果。小小，你随我来一下。楚风说话间便带着龙小小走了出去，御空而起。楚风怎么了？龙小小不解地看向楚风，楚风则是将那颗珠子拿出，哪怕距离刚刚关押龙小小等人的地方已经越来越远，可楚风手中这颗珠子却依旧明亮不变。刚才那位叫做龙木成，乃是龙蜥一族族人，他们一直在找2个人帮他们做一件事，其中一个是我，另外一位他们一直没有找到，之前也曾让我帮忙找。这颗珠子就是寻找另外一人的专用之物。楚风说道。不会是我吧？龙小小指向自己，必然就是你了。龙木成的声音自后方响起，不知何时他也跟了上来，但对此楚风却并不意外。从龙木成刚刚的表情，楚风就知道他特别重视这件事。前辈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叫龙小小。小小，这位便是龙木成前辈，说来也是缘分，你们都是龙族后裔。楚风为2人介绍之后，龙小小赶忙乖巧地对着龙木成施以一礼，晚辈拜见龙前辈。不必多礼。龙木成将龙小小搀起，旋即看向楚风，想不到我龙蜥一族要找的2位竟是好朋友，这是天意还是巧合呢？前辈，那您到底需要我们做什么呢？楚风问。要麻烦你们帮我龙蜥一族破解一件东西，若是能够破解，我族会有不小的收获，但最主要的是完成那位大人的任务。龙木成道。您说的大人是？楚风询问。抱歉楚风，那位大人行事低调，他的身份不方便说。龙木成道。能够理解，那什么时候破解？楚风又问。现在吧。龙木成此话一出，淡淡的声音随之在楚风耳中响起。现在怎么行呢？小鱼儿不是来信让你救了你姨母他们以后去那血脉机缘山吗？闻言，楚风也是问道。前辈这么急吗？楚风，你是不是想去血脉机缘山？传说中的血脉机缘山开启这件事我已知道，我也能理解你不想错过机缘，但是破解此物是我龙蜥一族的心愿，好不容易找到你们，我不想再出任何意外。楚风，我向你们2人保证，无论能否成功，只要你尽了全力，我龙蜥一族都会豁出性命来保你们安然。楚风，当我求求你了。话罢，龙木成竟跪在了半空之上，且不仅是跪楚风，而是跪在了楚风与龙小小2人面前。前辈，快起来，我帮你就是。楚风赶忙将龙木成搀扶了起来。龙木成的为人，楚风是了解的，龙木成率领龙蜥一族帮过楚风不少次，是绝对可以信赖的。好啦，那就帮他。就连蛋蛋也是松口了，因为蛋蛋了解楚风，虽然机缘重要，但楚风更看重的从来都是感情。接下来征求了龙小小的同意后，便让图腾龙族族长放了宁玉上人。楚风又与龙卓言告别，说了一下大概情况，这才跟随龙木成动身。而这一次可不是只有3个人，龙木成几乎将龙蜥一族的所有人马都叫上了，就连本在闭关的都强行叫着出关。这个阵仗便可以看出，这件事对于龙蜥一族而言确实关系极大。楚风，对不起。途中，龙小小忽然小声说道：“怎么来了这么一句？是因为你们师尊他们的事？”楚风问道：“其实我师尊他们之前做的事我都不知晓，他们也不带着我。这次是我师尊觉得可能会死，所以便告诉我了他们的行动，也是我非要跟着，他无可奈何之下才带着我的。我知道你与图腾龙族关系好，可是这关系到我师尊的安危，我也没办法向图腾龙族泄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”龙小小说话的时候，脸上满是惭愧，看得出来他很挣扎，很痛苦。毕竟一方面是培养了自己的师尊，而另外一方面则是与自己好友有关的势力。没事，小小，有些事情本来就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，这修武界的恩怨，谁说得清呢？反正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龙小小都是我楚风的最要好的朋友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都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。楚风此话一出，龙小小如释重负，旋即看着楚风，也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。你都已经成长到这种地步了，怎么就一点都没变呢？还是和祖武天河的时候一模一样。龙小小一双美眸盯着楚风，眼中满是欢喜。他与楚风分别的时间不算太久，可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。9天之巅，气运盛尽，太古沙海，每一次楚风所做的事都是惊为天人。虽说这段时间他也成长了许多，但是相比于楚风，他却没有做出任何事迹，一直在他的师尊庇护下生活。
他原本觉得如今的楚风已是高高在上，公认的修武界最强小辈，多少会有些距离。但真的见到楚风才发现，楚风还是那个楚风，尽管很难以置信，可楚风就是一点都没有被那些名利所改变，而他也恰恰喜欢楚风的不改变。龙息一族要去的地方也在图腾天河内，只不过这个目的地不在任何一个世界，而是在星空之中。来到这片星空，便停止赶路。龙木城双手捧着一把古老的钥匙，钥匙很大，足有3米长，拿在手中宛如一件兵器。